既然我们的歼20飞行员表示成功的和4架无人机进行了协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空军在无人机的自主飞行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歼20与4架无人机配合，双座版的更能够如虎添翼。最近呢，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采访了解放军空军的歼20飞行员，在交谈之中飞行员透露，歼20已经尝试过与至少4架无人机的配合，实现新的战法或战术的运用，这让我们广大的军迷朋友们感到非常的欣喜啊！第4代战斗机指挥僚机作战的设想，最早的还是美国空军提出来的。目前，美国与澳大利亚联合研制的中程僚机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试飞当中。用有人驾驶战斗机来控制无人机作战，听起来呢很像是电子游戏里面的场景，但它却实实在在是现代空战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能够投入作战使用的无人机基本上都是在地面上控制的。地面控制站有功率更大的收发天线和比较稳固的操作平台，在控制无人机方面呢有先天的优势。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有人战斗机上面试验操作无人机的功能呢？这主要是2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为了获取更广泛的战场情报信息。情报信息历来是作战指挥控制的首要的需求。传统上，战斗机有2种情报信息的来源，一种呢是自己的机载雷达，另外一种是地面指挥所或者是预警机传递过来的情报。虽然现代指控体系能够向战斗机飞行员提供的情报非常丰富，但是情报信息是不嫌多的，情报越充分，对作战的帮助就越大，战斗机本身所遇到的风险也就越小。预警机呢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装备，但是在很多时候不可能探测到战场上的所有细节，也就是说情报的颗粒度是比较粗的。具体到每一架战机的飞行员要想了解自己所面临的态势，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自己的机载雷达或者是光电传感器，这是一个局限。那如果战斗机飞行员可以指挥一些无人机把这些小精灵放出去，就相当于为自己增加了不少的耳目，可以获得更加丰富的情报。即使这些耳目被对方发现，那战斗机本身也可以安然逃脱。第二个是为了更加有利于进攻。如果入到一些防疫极其严密、特别难对付的目标，战斗机即使具备隐身性能，也不是很有把握在攻击之后就能全身而退呀。那这个时候，如果指挥操纵无人机发起攻击，就会获得很好的效果。要想获得上面我们说到的2个效果，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关键技术，来保证有人战斗机和无人机的高效无缝的协同。其中最核心的是必须保证无人机和战斗机之间的高速安全通信。这个问题对隐身战斗机来说是尤为重要。无线通信是双向的，双方都要接收和发射无线电波，这个问题对无人机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对隐身战斗机一旦发射了无线电波，就有可能被对方发现，那它的隐身功能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无人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的既要通信又不暴露，这个难度就很大了。一般的战斗机包括歼20，机舱里的驾驶员只有1个人，不可能一边驾驶飞机一边用4个遥控器来控制4架无人机。这就意味着跟他协同作战的这4架无人机必须是高度自主的，飞行员只要给他下达任务指令就可以了。既然我们的歼20飞行员表示成功的和4架无人机进行了协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空军在无人机的自主飞行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也可能就是出现双座型歼20战斗机的原因。在歼20上面实现有人机和无人机的协同作战，还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如果这个技术成熟了，那我们可以把它移植到其他类型的飞机上包括非隐身的战斗机、预警机、轰炸机，甚至于运输机。特别是移植到预警机上以后，可以不经过地面指挥所，直接召唤无人机的火力，去打击那些稍纵即逝的实民目标。这不仅改变了未来空中作战的态势，也有可能彻底改变整个战争的模式。只有不断的学习先进技术，不断的适应战场环境的军队，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